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向何处去：政党、国家与国际秩序》的第14课。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国家暴力与法外暴力。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以暴力起家的，它的统治基础是暴力和谎言。用毛泽东的话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林彪在文革期间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枪杆子、笔杆子，我们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所以我们可以管它叫二杆子政权。”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中国从1949年之后啊，尤其是1980年代之后，它的各种各样的暴力、各种各样的非司法监禁，以及秘密警察日常的政治暴力等等。在中共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暴力、各种各样的血腥屠杀，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罄竹难书。我们今天有特别多的数据，特别多的这个年代等等图片，所以我会尽快的简短的介绍。如果要详细介绍的话，可能每一项都需要好几个小时。嗯，那像历史上的 AB 团、延安整风。19年之后的镇压反革命、杀地主、反右、大跃进等等。那文革就更不用说了，大家就更熟悉。文革当中有几次特别大的屠杀，像道县的屠杀、大兴的屠杀、广西的屠杀等等。仅仅在广西官方的统计数据就是10万到15万人被杀。杀戮的方式有砍头、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掏肝挖心、剖腹、领刀碎剐等等，炸药炸。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让人不忍卒读的。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中国年纪大的人，他们都亲历了这一幕。那在80年代之后，像严打计划生育、强制拆迁，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1999年之后的镇压法轮功等等，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集中营和种族灭绝。那么这种事情可以说是天天都在经历。共产主义黑皮书，它统计在中共建政后，中国上升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之间。那也有记者统计中国19年之后死亡的人数，因为政治迫害、饥荒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甚至更多。在法律上当然规定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无论是宪法、刑诉法还是立法法，那么它都对人身自由有比较明确的保障。但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我们知道，按照法律的规定，像这种由刑诉法一些程序所规定的，经过检察院批准或决定，人民法院判决，那么只有这种情况下由公安机关执行，这才是可以对公民进行逮捕。那么其他的方式都是违法的。但在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非司法监禁在中国是长期存在，在历史上49年之后的历史上就有很多很多种。那么我试图把所有的这些非司法监禁的种类整理了一下，比如说收容审查，一直到1997年才结束，1961年开始实施。收容遣送制度，这个我们在讨论孙志刚事件的时候讨论过。从1982年开始实施，针对流浪乞讨人员、三无人员，后来大量的针对农民工等等。那么很多人像孙志刚那样死在收容遣送站，这个一直到2003年才结束。像双规我们就更熟悉一些，就是用党法来取代国法的一个例子。那么现在双规虽然这名字上被取消了，但是被留置所取代，但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那么在国际上，在人权领域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劳动教养。
那么从1957年开始实施，一直到2013年才结束。那么后来，那么劳动教养它主要是对一些没有构成犯罪的，它的市场就对那些没有构成犯罪的，但是犯了一些小的错误、小的违法行为，或者是非常轻微的刑事犯罪，然后呢进行劳教。嗯，从一开始是对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包括右派啊等等进行劳教，但是这个劳教场所的这种待遇、这种管理，它和监狱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比监狱更可怕。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设计，对于那些没有构成犯罪，但是犯了这个非常轻微违法的，那么不能够判刑，因为判刑太重了。但是判刑的话，那可能半年呢，或者几个月都有可能；而劳教的话呢，有可能3年，甚至最多可以延长到4年。那么这就变成了小罪得到了这个重罚，而这个更严重的罪却得到了轻罚。那他也不仅仅针对这个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也包括了一些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包括著名的刘晓波也曾经被劳教。像曹顺利，他有2次被劳教，后来第3次的时候就是像死在了监禁之中。那么1999年之后，也大量的关押法轮功人士，就信仰法轮功的人也是大量的被劳教。那么劳动教养和留场作业，这个在毛时代是大量的使用。那么到1994年监狱法才正式废除了留场作业的这种做法。这是哈瑞吴宏达他做了很多努力，让劳改这个词进入了很多英文词典。这是留场作业，然后有收容教育，针对所谓的卖淫嫖娼人员，还有收容教养。那么这个在法律上也是成问题的，虽然在实际上它并不像其他的那几个那么严重的侵犯人权，但是在法律上这也算是一种非司法监禁。那么除了那些已经废除的，现在仍然使用的也有很多种非司法监禁，比如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英文缩写叫 RSDL，这个 Safeguard Defenders 保护卫士，它有很多关于 RSDS 的报告。那么他们出过一本书，我给他写了序言，就是这本书的名字叫失踪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个东西它规定在刑事诉讼法里，按道理它不应该属于非司法监禁，但它在实际运行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的 judicial review，就是法院没有办法去介入，所以它也是一种非司法监禁，而且呢，它是把强制失踪合法化，这是实际上它完全符合强制失踪国际人权法上的强迫失踪，但是它要把它规定在刑事诉讼法里，这也是非常荒唐的行为。还有强制戒毒，还有强制的精神病治疗，就是所谓的被精神病了，把很多没有精神病的人给他关到精神病院。左边这个图片是王万兴，他曾经被关到精神病院13年。右边这个是近些年发生的一个董瑶琼，他曾经在上海吧，就是用墨水、用墨汁泼这个习近平的图片图像，所以就几次被精神病。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关于中国精神病强制治疗的一个调查报告。这刚才讲过了，我就不详细讲，就是留置。2018年之后，把双规改成留置，但它实际上又扩大了适用的对象，除了党政官员之外，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比如说国有企业、医院、学校这些履行公共职责的人，都有可能被留置。那么这个留置，它也是在里边酷刑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那么这是有一个报道是2018年，也就是在这个国家监察法实施之后不久，就有一例死亡的案件。实际上这种在双规和留置期间死亡的人非常非常多。
黑监狱这就是针对访民的一种黑监狱，很多访民这个可能大多数听众观众对这个都比较了解中国的这个独特的上访制度和这个解访，那么很多人就被随意的关到一个黑监狱里，往往是驻京办各地的驻京办他们在北京开设的一些监狱啊等等，或者是一些对不起，不是监狱，是那个旅店啊之类的。这些访民就被随意的关在那里边，有很多被打伤、被打死的例子。这是关于这个安源点，所以有专门的保安团队来实施这些暴力。法治教育中心，那么被俗称为洗脑班或者洗脑中心，这个主要是针对法轮功成员的。那么在里边，几乎每一个，我可以相信，就是100%的法轮功学员在这个法治教育中心里边受到了酷刑，而且是极其严重的酷刑。那么根据法轮功网站的报告，从1999年到2021年，有46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致死。2022年有17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致死，这是他们一部分人的照片。那么这右边这是一个法治教育基地，他们有的有这样的牌子，更多的都没有这样的牌子，也就是法轮功学员被抓走之后，根本就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那么这样的这种秘密的关押场所，往往也没有任何标志，而且律师想要去会见法轮功学员也是难上加难。在建三江这个黑监狱的事件当中，有好几个人权律师在这个法治教育中心被殴打，后来去声援他们的民众也被关押和殴打。这是新疆集中营，我们接下来会请一些维吾尔的活动家和学者来讨论新疆的问题，所以关于集中营可能会有更加详细的讨论。这是在前年和去年有很多关于在集中营里女性受到系统性侵犯和性虐待的报告，这 BBC 的一个报告，这个当时是震惊了国际社会。几乎可以说，目前的维吾尔集中营，它关押了100万至300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等民众，那么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人权侵犯。那么它在中国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验，就中共从其他比如说对付法轮功、对待其他的宗教人士和异议人士里边学到了很多的经验，积累了很多的这种办法，像这个宗教迫害，像各种各样的法外拘留，像洗脑和思想控制，包括陈全国他在新疆的书记之前也在西藏做书记做一把手，所以他的这个西藏也都实行过文化灭绝政策。还有高科技、集权体制等等，包括汉族沙文主义、民族主义，这些都是维吾尔集中营它产生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就是中共它能够非常迅速地建立起这一套措施，也是和它对其他族群、对其他地方的这种经验是分不开的。那么不仅仅新疆有集中营，在西藏，根据悉尼一个媒体的报告，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军事化管理的劳动营、劳改营。这个我们知道，现在的这种监狱以前就叫劳改，所以这个强迫劳动也是一个非常严峻、非常普遍的人权问题在中国。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像软禁、像被旅游、像强迫失踪等等这些东西，在中国都非常严重。这个照片是达赖喇嘛所认可的班禅，就是真的班禅在藏人当中是第二高的精神领袖，但是他
认定的这个真的班禅就在6岁的时候就被抓走，一直到今天20多年都没有任何一点消息，就是彻底失踪了。那么这是彭立发他在去年的震惊，可以说是震惊全球的一个举动，之后就被抓走，到今天没有任何音信。很多记者试图去北京找他，去北京他住的地方找他，但是都没有任何线索。右下角是高志胜，他被多次的被强迫失踪，有的是几个月，有的时候是1年半。那么最近这一次强迫失踪已经有5年，接近5年半的时间，也是毫无音信，就是他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那么不仅仅是对这些政治反对人士，像左下角的这个是著名的网球运动员彭帅，中间的这个是范冰冰等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范冰冰、孟宏伟，他曾经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和高志胜，我写过文章讨论，就是连这样的人，知名的影星、球星也会被强迫失踪。在中国，酷刑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不仅仅是在监狱、看守所，也包括在公安局、在派出所、在各种各样的黑监狱等等。那么酷刑包括双规等等各种各样的就是监禁场所里边，酷刑都是非常普遍的。那么中国的这个酷刑，它的定义比国际公认的酷刑的定义要更窄一些，在很多公安、检察院、法院那里边，他们理解当中，酷刑就是刑讯逼供，酷刑就是那种能够见到伤的那种物理上的酷刑，而各种大量的，比如说强迫，比如说剥夺睡眠呐、比如说心理上的酷刑啊等等，那些见不到伤的，就不认为是酷刑。所以这个在定义上就是狭窄的。然后呢，中国的证据规则又是有大量的缺陷，对于这个证据，就是酷刑取得的证据，它没有进行彻底的排除。嗯，那么一个根本的弊端是中国它缺少司法独立，这也是酷刑普遍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原因。那么在实践当中，刑事侦查和起诉严重的依赖酷刑逼供，就是依赖这个酷刑来取得口供，然后呢，又通过这些口供去找其他的证据。嗯，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它不在于保护人权，而是优先去打击犯罪。还有呢，对于大多数实施酷刑的人，就是没有进行有效的处理。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实施酷刑的，无论是公安人员，还是秘密警察，还是检察院等等，或者其他的人，都都是逍遥法外。那么，即使有处理的话，那么这个处理也是非常轻的，比如说把犯罪嫌疑人打死了，那么也最后判刑也就1、2年、2、3年这样子。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任何处罚。那么对于政治异议人士、对法轮功和其他的像访民、像藏人、维吾尔人的这种酷刑，那么就更加普遍，那么施暴者就更少受到处罚。在就是非司法监禁那些劳教所呀等等那些法外的监禁的措施当中，酷刑就更加普遍，而且律师和媒体也难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个我们都曾经讨论过，所以这是酷刑的原因。那么在看守所和监狱里边，经常会有关于就是一些犯人或者是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报道，那么这种非正常死亡都是非常可疑的。比如说，很多的时候身上有明显的被殴打的痕迹，但是官方的说法是他们做个梦就死了，什么洗个澡啊就死了，或者从床上摔下来就死了等等。那么最有名的就是躲猫猫死，他这个在在看守所里面死了后，警察说他是跟狱友玩躲猫猫的时候就死了，各种各样的死法。
在中国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城管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臭名昭著的一个滥施暴力的力量。那么，在1997年才有第一支城管队伍在北京试点。那么当年北京只有100多名城管，那么很快它就发展到了上万名，就是很快就增加了100多倍。那么现在都不知道北京有多少城管。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和估计，那么中国至少有几百万的城管。那么城管它，我们在网上、在推特上等等，在社交媒体经常会看到城管的各种各样的暴力，对那些商贩啊进行羞辱，把他们的东西毁坏，把他们的。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就在海淀离北大一出门去的那条街上，就亲眼看到。城管把卖香蕉的那个人，就他们就是用香蕉蘸糖，然后卖，但是就城管就把那东西一个一个的扔到地上，这样的不仅仅是毁坏那些东西，而是进行一种羞辱，还有呢对他们的东西进行没收、罚款，还有各种各样的虐待和非法的羁押，有很多很多当场把人打死的事件。那么我在2010年曾经代理过一个案件，也是当年轰动全国的，就沈阳夏俊峰案。他是在是一个商贩，他和他太太在街上摆摊卖东西，然后两个城管就把他给抓到城管局去了，然后就对他进行野蛮的殴打。那么他出于防卫，正好他身上有那个小刀，就是切那个火腿肠啊，他的就是维持生计用的，然后他就用这个刀来防卫，导致两个城管死亡。那么这显然是一种正当防卫，最多就是一种防卫过当。但是夏俊峰被判处死刑，即使有民众非常非常强烈的支持，但是最后夏俊峰还是被执行死刑。就我在这个辩护词当中收集了很多很多案例，实际上这种案例是收集不过来的，这还是在国内网上能够找到的，或者是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这么多城管把商贩打死的案例。暴力拆迁就大家了解的就更多一些。在2012年，大社国际有一个报道，就是它记录了至少41个，就从09年到12年，仅仅这3、4年的时间，就有41例拆迁征地导致的自焚抗议事件。那么很多很多自焚者就是自焚而死。那中共从这种野蛮的拆迁当中所攫取的财富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根据一些统计和研究，像这是一个79年到2005年，私地农民从开发商手中所得到的，仅仅是开发商向政府所付总额的5%。那么另外一个研究显示，从90年到2010年这20年间，地方政府征用了1600多万英亩的土地，而私地农民得到的补偿要比市场价格少2万亿人民币。这是拆迁自焚的一些案例的报道。在江苏，一92岁的老人被活埋在拆迁当场。这是在长沙，另外一个老人被拆迁埋在废墟里死亡。这是计划生育。我们知道，今天在中国已经废除了这种一胎化的计划生育，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光从这些标语当中就能够想象到这个计划生育有多么血腥。比如说，这是一些标语，他说打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谁超生谁叫谁倾家荡产，谁超生叫谁家破人亡，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还有宁添10座坟，不添一个人等等。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在波士顿的伊娃，他曾经记录的一些这个计划生育牺牲者名单。他的另外一本书叫《被国策处决的婴儿》等等。那么这种暴力，包括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然后八房牵牛，然后对民众财产的掠夺，在这个过程当中导致的孕妇和婴儿的死亡和其他这个家属的死亡，这个简直是罄竹难书。这是最近的，在过去3年时间里边，红卫兵不是红卫兵，是白卫兵的暴力，这种防疫人员，他们穿上了这样一个白色的防护服，然后人们也看不到他们长什么样子，也没法确定他们的身份，让他们大量的对民众进行羞辱，进行任意拘禁。这是在广州这张照片，当时在网上流传很广，把把他把他绑在地上，然后右边这样一个是，其实在很多地方发生，在河南、河北等等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样把民众，所以有的时候是没有戴口罩，有的时候是可能不应该出来，他跑出来等等，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他就是进行公开的羞辱，然后绑在树上啊等等。所以有人说，这种动态清零政策是在中国全国进行的一个服从实验，就是这些不光是白卫兵，包括其他任何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对对民众进行限制、进行拘禁和殴打。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不服从，包括健康码，你这个可以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你的健康码变红变黄，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出行。这是强制器官摘取，在国际上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报道，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详细展开。那么中国在2000年之后，有很多法轮功的媒体和学者，包括国际知名的人权律师和教授，有关于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的报道。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为了反驳这样的说法，他说我们没有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我们的器官都是来自死刑犯。那么这也是中国官方，这个在右下角就是卫生部的副部长黄杰夫，他首次承这个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那么中国官方说都获得了死刑犯本人或者家属的同意，但是我也曾经在中国问过很多律师，问过很多就是死刑犯家属，那么他们说这显然是没有这样的同意。然后最近呢，关于维吾尔人在集中营被强制摘取器官的报道也越来越多起来。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这个政治株连，有很多异议人士、良心犯，他们被抓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的家人也同时受到迫害。比如说高瑜，著名的记者，他被抓的时候，连同他的儿子也一起被抓。还有像高志胜，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也是经常的受到跟踪、受到骚扰和虐待，这种例子也是数不胜数。包括刘晓波被关期间，他的太太刘霞也是多年的被软禁、被骚扰。那么很多维吾尔异议人士，他们的家人在中国被失踪、被判刑，像多尔坤伊莎等等，就是他的家人被判刑20年等等，还有的一些异议人士，一些维吾尔的吹哨人，他们有数十名家人被抓、被失踪，也有的被打死。那么自焚藏人也是一样，中共为了控制这个越来越多的藏人自焚的案例，也是对那些朋友、对他们的家人进行处罚。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的政治株连，也是记录了一些案例，然后做了一些分析。这是一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学者，他的中文名字叫王慧玲，他写过一些文
章，包括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外包镇压：当代中国的日常国家权力》，就他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尤其是在拆迁当中，一些开发商，包括一些地方政府，他们去雇佣一些流氓，然后用这些流氓来实施暴力，来对一些抗议进行打压，嗯。这是就是政府花钱的这个雇佣的一些流氓一些匪徒。那么这种外包镇压，它也是为了减轻抗议。按照王慧玲的分析，这种外包镇压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这些暴徒就在黑天呢或者其他的时候，然后去从事政府想要从事的一些暴力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减少了民众的不满和抗议。但如果这种外包的镇压，它导致了比较大的伤亡，那么它也没有办法去减少抗议。这个有兴趣可以把他的文章和书找来看一下。那么最后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提一下中国的这个秘密警察，包括国安、国保等等。那么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都是经常的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或者最轻的就是喝茶，就约你去喝茶，约你去谈话，实际上是一种强制的谈话，你不去是不行的，可以把你强行的带走。那么在左下角这个图片是胡佳和曾金燕他们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叫《自由城的囚徒》，那么他们被软禁期间，就这些国保这些秘密警察就守在他们家楼下，不让他们出门，然后这些警察就百无聊赖，在那打牌啊等等。那么华泽和徐有余他们编过一本书叫《遭遇警察》，实际上这里面记录的大多数都是遭遇的秘密警察、国保、国安等等。